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新玩具 ST02的这一款轮胎，大货版也来了。之前给大家拍了一个变形的视频，现在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这回做的怎么样吧。盒子的外包装依旧是照着玩具画出来的，二次元效果，没有什么纸品说明书。变形的话，扫一下这个二维码，看着视频来更直观一些。配件内容有这些：小枪、指甲驮、外星人的面具。之前样板说缺了一个表情包，现在大货也做出来了，一个笑容的，一个张嘴的。另外还有一个配件，飞车的前边这个炮口，我们已经装在了车上。玩具在盒子里边人形包装，之前咱们已经拍了一个正变的视频，正好这回来做一个逆变吧。首先把这一块的前炮口摘掉，翻到下边来，翅膀的位置和轮子中间这里有一个结合的挂钩，把它解锁开，翻上去。打开手臂和门板连接位置的插扣，把这一块翻折一下，顺着后边这里的缝隙拔开，同时下方这里黄色的零件插在这里的维度锁也给它揪开。轮子根部这里是一个合金的连接轴，把它缩回去，和扣子这里结合。但是记得要先翻出这一块白色的零件，在里边不阻挡的情况下把它扣住。接着我们把轮子拧一个90度，腾开一些空间，然后拉开这两块的滑槽，根部这里有一个推拉的轴，全部卸松之后，把这块门板从里边让出来，翻开里边的倒车镜，下方的这一块叠过来，我们把它对上去。注意这个根部是一个双层的挂钩，现在里边的这一层已经挂上去了，把门这一块折上去以后，外边的这一层同时的也挂进去，稍微的调整一下。其实这一块还是需要一些韧性变形的，前后的两个扣子都锁住之后，再把这个滑道压回去，这一块就结合紧了。另外一边也是先翻出倒车镜，把这块门板叠放上来，先把后方这里插一下，然后前面这里对准孔夹进去，再把这一块的滑道找准，好，全部填到底，这个滑道才能缩进去啊。现在把胳膊旋转个180度，再把轮子的边缘让回来，顺着这里拐一下弯，变成这样的 Z 字。在袖口的根部这里有一个插扣，跟里边结合。两边一起锁上，底盘这一块包好，把胳膊就藏到了肚子下方。背后这一块结合之前，我们先把这边掰开，把两个小尾翼收起来，再夹住。注意这后边有缝隙的，这根部是滑道，把它捏齐。然后插的时候有这么几个点，先开始上边这里的结合，然后侧面的两个黄色的这个立正和下方这里进行结合。因为都是暗处的扣子，其实操作起来还是得盲扣的，所以要对准。好，把它们都结合好，翅膀向内翻。下方这里有一个白色的扣子，跟底盘插住，然后45度对折，另一边底盘就是这样满满当当的填起来了。飞车到车型的这个转换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也是把这个手翻到了外侧去，主要是这个门板双层的一个夹缝，这一块的变形需要借助一些韧性。而且整体来说吧，其实两个形态做的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手臂放到了侧面的时候，也能把那个蓝色的涂装面用了出来。翅膀的长度也是够的，并且有一段前移放在了轮子下方，这个位置对于动画片的还原度也是可以的。车型的样子非常的漂亮，前方这里的火焰纹涂装，而且全身用了蓝色的金属漆，所以对着光看会很闪亮。稍微的翘一下，你就可以把这一块
引擎盖打开，也能有一个挺不错的展示效果。但是很可惜，里边并没有什么一些发动机的刻画，可能也是考虑到最后人形的一个小腿肚子的一个整个的完成效果吧。这一块的面上边如果加一些涂装，在车型展示下会更好一些，我觉得。然后就是这一块，因为变形结构的需要，所以并没有设计什么跳灯的结构，只是一些凹槽的纹理刻画。轮毂上面的刻画还是比较细腻的，轮纹也有刻画出来。但是因为变形需要啊，这一块轮子是要张开的，所以它无法做成那种橡胶的轮胎。好在变形到位，推车滚动还是比较溜的。车型长度到最前面的那个尖儿25公分左右，也是一个标准的 MP 小车。那我们也是来把它变成人形。首先稍微的捏着两边晃一晃，前面这个机盖撬开，在根部下方这里有3个插扣啊，你稍微晃动一下的话，把这块掰开以后，它就自动松脱开了。然后我们翻到底盘来，尾翼这一块，它翻出来。翅膀折开以后，先不要固定啊，不着急，把这一块的扣子掰松，然后后边这里再脱开。把这些扣子全部都脱松，这两边张开，背包这里旋转个180度，先放在这里备用，我们最后再进行调整。继续拨松腿部前方的这块盖板，下方这里主要是一个锁扣的滑道点，这块第一次变形还挺紧的，把这个滑道拉到最长，目的是为了脱开在门板下方这里压着的2层钩子，也是为了变形成飞车的形态。外侧的门板的这一层和里层这里是有一个阶梯状的，里边是钩子，外边是插槽。把这些打开、拉长，全部先脱松。这个时候我们拆出胳膊，向下旋转，稍微的往开拧一拧，让出倒角来，先旋转出来。接着往上提，整个的把它撬开。这一块黄色的盖子，我们可以给它翻转一下了。好，掰了一下，这个地方得抱在怀里边使点力，它这个边缘的空间给的比较紧张。好，折过来，这一块是为了贴汽车人 logo 的。现在我们手指垫在这里，稍微的顶一下，让出来这一块的一个挡边的位置，把这车门顶开。倒车镜折进去，然后再把这一层顶出来，稍微的拉一下，根部这里其实是有一个滑道的，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稍微的张出来大概1到2毫米的这个缝隙，然后揪着前方的机盖翘起来，把挡风玻璃这块拉出来，侧面的车窗通过根部的双关节往内收，侧面这里还有一个插孔，刚才我们拆车门的时候已经把它解锁开了，掰开这个夹角，注意下方这里还有2个透明的扣子啊，让出来，双关节往里夹合推进去，车顶拉起来，它和中间这里2个蓝色的根部有一个插扣，这一块脑袋放进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嘎哒的锁住的感觉啊。你拆的时候呢，会不太好出来，需要你手指跟这样去操作，顶着2边往上提一下，把脖子这一块提出来，这个时候再翻脑袋，通过根部这里的灰色脖子的轴，把它翻折个180度，拧到这边来，在肩膀位置。这个地方有一个滑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在变车型的时候要把它推出来，人形的时候要缩进去。根部这里是一个核心的关节，把它压出来一点点的缝隙。另外的一边也是。好，也是大概平移了1到2个毫米啊，很小，但是很重要。这个关乎于最后你车型能不能密合的漂亮。然后90度再把这2块关节旋转放下来。继续看背包这一块后车窗的位置，打开，根部这里有2个插槽，继续往上扣合，边往下折叠，边往上结合。翻到后背的这一块，
里面这一块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我们先把两个背泡向外翻折180度，侧面的这两条给它立起来，然后挪到这面来看，顺着中间这里有一个方块，把它顶一下，打开。好，现在张开了一个缝隙，继续往出拉，在撑到最大幅度的时候啊，就要进行旋转了，拧一下。另外的一边，它根部这里还是有一个转轴的，我们可以往下拉，拉下来以后张到最大的幅度，顺着这个缝隙，把它180度转过来。就是空间给的特别的紧张啊，变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毕竟根部是一个透明的零件嘛。好，把它彻底的180度翻折过来以后，外侧的这根转轴我们继续拼合，把前边的带有涂装面拼齐了就行。之后中间这里还有一个夹层，把它翻起来，整个把这个涂装面拼齐。哎，这个时候再翻折出泡管，拼合，另一边也是，顺着双关节折过来，里边有插口固定。这个背泡的翻出啊，空间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呢，钢铁行设计了一个往下拖的这个黑色的零件，也是为了给它张开一个更大的幅度。所以变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扣合回去的时候，它最后到了位以后有一个定位点，吧嗒一声，把这块面就平齐了。然后翻起来两个合金的挂钩，前机盖根部的双段关节让过倒角，180度往后翻，根部这里的双段关节注意调整。现在我们需要拆除的是前边车头的部位了，打开中间这里所有的插扣，翻到下方来，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的，滑道全部的拉开，在这块零件的下方还压着一个蓝色的板子，在变形的过程中正变的时候也是要把它穿插进去的，所以我们在解放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把这块得掰一下，让开空间。好，把这块蓝色的腿板顺着里边钻出来，这时候就可以拼齐了。现在我们把前边的车尖的位置横转一个90度，两侧的这个腿板在90度立起来，让出来这个边缘的跑道，稍微的拧一下，就可以把腿部先给它拖开，拖成这样的角度，再把这一块往后撇，脚踝掰出来。现在需要做的又是一个避让的过程啊，把这一块大腿的前面折过来卡住，膝盖的后方这里可以继续的往出翻一个挡肉的零件。现在就可以开始密合了，把侧面的这一个转成斜着的角度啊，然后再翻折一下，等于是把中间的这一块轴定了个位置，侧面的这个板子翻上来，根部有插扣，进行扣合。前方的这一块翻折下来，腿部结合。脚部的变形，翻起来前方这块合金的零件，顺着脚心下方这里有一个凹槽，我们用指甲顶一下，顶起来这一块圆弧的造型，给它拨到后方。把脚丫子这里鼓起来之后，再把这块压回去。另外的一条腿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把这块板子翻起来，然后我们把这一块的胯部挪一下，让过来，整个的90度先立起来，把它继续往后放，双关节提开，提起来以后，把侧面的这一块拉起来，旋转到正面扣住，膝盖后面这里的灰色零件翻转180度，往前折成斜着的，再把这一块卡过来，把它翻一下锁住，拉起来这块盖板，插扣结合，前腿板折下来，滑槽压进去，外侧的扣子结合。
脚尖翻起来这一块合金零件，顺着下方的凹槽顶它一下，尽量往出多顶一点，然后盖到脚面上来，扣合。双腿我们就整理好了，顺着胯部往前折叠90度，再顺着腰部的转动关节把它翻正。放下来，先把这一块胸口根部这里双关节往上搓，里边有2个插扣，给它定一个位，插住。接着整体往下折一点点，让开这个边缘。注意车门板中间的这个双段关节啊，根部是有一个滑槽的，我们推到最上面去，这里会出现一个凹，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凸点，我们需要往下翻折90度，把这一块的滑槽等于是锁定了，再往后翻。另外一边也是滑道顶上去，90度给它锁住。车门再往后夹，整理一下脖子，把这一块转平，前方的盖板锁下来，把这里锁住钉上。然后顺着背包这里有2层的结合，这里边2个开口，脖子后方的这块面板翻下来以后会有2个小凸起，跟这里固定。先夹住第1层，侧面的车窗左右的位置跟后背这里还有2个扣子，把它夹住。这里插合起来，脖子结合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一块回归，整个的翻到后面去。注意边缘和前车窗侧面这里夹角的避让。让过来之后，腰部侧面有2个插扣，把这里夹住，上方这里的滑道，顺着根部把它推进去。让整个胸口这一块拼合好，最后结合背包，我们把这2块掰开，好操作一些。找准这2个合金挂钩的位置，把它和背包固定起来，插进去，往下放。在这一块前机盖内侧这里有2个插扣，跟背包后部的边缘有2个扣眼结合，把它夹在一起。这里形成这样的一个3角支撑，接着侧面的这2块卷动，翻折过来，这块有一个凹槽，左右同时扣下来，让这2块的凹槽把这个板子的边缘夹住，再把这滑道推平。翅膀根部灰色的零件对应蓝色侧面的扣子，把它夹上，然后白色的零件向下旋转一定的角度，往内收，往外撇。跟侧面这里的一个扣子夹合，翅膀收短，摆成这样斜着的角度。另外一边从这个角度看，灰色的轴先顶进去，下方这里有一个缺口，顺着这里转过来，顶住。最后变胳膊，把这一块小零件对平180度翻正，再把这块关节转过来。顺着小臂旋转180度，这面是冲前的，打开这个后盖，根部有双关节，翻平，再把这一块90度立起来，拳头顺着里边翻出来，盖上，这边有插扣，定下位置，双关节再盖好，扭正。另外的一边90度打平，这块翻折，摆正，旋转180度，打开后盖。把这里翻平之后，再折开，顺着里边转出拳头，对准前方的插槽，把这手腕固定。侧面的这个扣子插上之后，把大拇指翻转90度上来，相当于进行了2次锁定。好 ，ST02的这款轮胎咱们变形完成。整体来说吧，变形的过程还是有一些复杂的，主要体现在当你不理解结构的时候，一些倒角位置的避让可能会有一些蒙圈啊。如果你不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话，可能有一些干涉。人行高度到头顶在17公分左右，背炮的最高处19公分。这么复杂的变形换来的是完成度相当的高啊，人形的这个整体的还原效果以及整个的包裹度都是很好的。背后这里把这前机盖180度折叠过来，斜着放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遮盖隐藏。
拉开胳膊，侧面看身体这里也是完整的，并不会有什么肋部镂空的现象。腿部这里也是填得满满当当，很整齐，而且全身的这个漆面效果亮闪闪的，非常不错。但唯一一点可惜，胸口侧面的这2块可以拉伸出来的转轴零件，因为材质的不同，所以没有办法上漆了。这里边是塑料的底色。头部的造型还是挺好看的，不论是还原度的一些元素，还有最后重新修的这个美型效果，都可以。脖子根部360度旋转，抬头，设计了一个独立的关节，可以把这一块抬起来90度。肩膀平举，顺着这一段关节可以举到大概60-70度，但是变形需要上面这里还有一段转轴关节，就可以跟这样抬起来了。因为设计了2层的轮子，正面看起来也还原了动画片里边那个简化效果啊。背面这里是非常漂亮的仿真车的一个轮毂细节刻画。肩膀旋转的话，因为后边有翅膀，所以360度是做不到了。但是正常摆放造型没什么问题。二头肌左右360度旋转，变形需要胳膊肘曲臂，一段关节也能折到90度大一些。手腕左右可以旋转。下3指连接在一起的棉手套，大拇指根部是一个横转的关节，是为了锁枪的。腰部做了独立的弯腰关节，左右旋转360度也没有问题。胯部裤衩的花纹做的是对的，前踢的时候这一块会连着把裤衩收进去，能踢到90度。后折的话，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不同的转轴，也是不干涉的。侧抬90度没有问题，但是这一款全身上下并没有什么齿轮的关节，只是靠轴。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膝盖折叠可以到90度多一些，脚踝左右整脚的接地，脚底的接地面积很大，所以做个叶师傅蹲是可以蹲下来的。但是因为膝盖只能折到90度，所以这个叶师傅蹲不能蹲到特别低，看起来就不是特别的好看了。但关节的这些支撑稳定性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虽然角色设定里边因为有背炮的存在，背包显得有一些大，但是整个的一个支撑重心把控的还是可以的。摆一个996力也是挺稳当的。最后我们也是来总结一下吧。ST02的这款轮胎其实也是能很明显的看出来钢铁星的一个个人设计风格啊。无论是一体收纳的这个可变形背炮，还是翅膀的角度以及大小的转换，还有在载具形态下飞车模式2个手臂的一个颜色的转换，其实照顾的一些地方的细节还是想得挺到位的。不论是从造型还是3形态的还原度来说，可以说都能兼顾得下来，但换来的是变形的过程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繁琐，而且变形的流畅度可能对第一次把玩的朋友们会造成一些困扰。整个的用料很厚实，而且材质是那种偏韧性的，所以有一些夹角，包括门板最后掰出的时候稍微别一下，料子也能撑得住。在关键的支撑位置使用了一些合金零件来加强，而且整体的一个涂装质感表现的都是非常闪亮的，很好看。但做工方面吧，我觉得有一些关节的轴松紧度可能还需要再调教一番。主要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身上没有什么齿轮关节进行定位，再加上零件上漆以后，有一些地方的厚度变了。主要体现在变形的时候，一些抽拉的滑道位置显得有一些紧，而这些支撑可动的关节的位置又没有想象中的体验阻尼那么的好。但总的来说，人形的完成度非常的好，2个载具的形态也能兼顾到一些动画片里边设计逻辑不合理的 bug 元素，包括一些质量转换和一些色彩的更换。所以大家觉得这一款 ST02的轮胎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